那沈小军低低的笑，好友把战印吃得死死的，同样的，战印也把彤彤吃得死死的。这是夫妻俩感情深，没有感情，谁也吃不住谁啊。海彤清了清嗓子，才接听战印的来电。老公，海彤刻意嗲了嗲声音，叫着战印。那电话那边的战印手一抖，手机差点就要滑落在地上，他还以为自己打错了电话呢，把手机从耳边移开，看了看，确定自己是打给爱妻的。他重新将手机贴回了耳边，好笑地问着海彤做了什么亏心事。害怕我知道，还是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了？没有呀，我就是想你了吗？怎么我那样叫你，你骨头不酥不软？哎，不喜欢听。战印笑道，我被你吓了一跳，以为我打错了电话呢。你肯定在背后说了我坏话，恰好被我的电话打断了，心虚了，才会嗲着声音叫我老公，否则你是叫我战印的，你习惯连名带姓一起叫我。没有呀，真没有。老公，你想跟我说什么呀？心虚的海彤连忙错开了话题，问着战印打电话的目的啊。想你了，给你打个电话不行？你在书店吧？刚回店里不久。战印又问了沈小军是不是也在店里，得到答复后，他才切入正题，告诉海彤刚刚浩宇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了件事，那件事本不想和你说的，但又绕不过你，还是跟你说说吧。哎，不过你不用去插手，交给大姨处理。什么事要麻烦大姨去处理的？海彤好奇地问着。战印把凤家的事告诉了海彤，海彤听完后愣了很长时间，才回过神来。他说道，等会儿我就去找我大姨，跟她谈谈这件事。大姨当年有几岁大了，多少都会有点记忆的。你就跟大姨提一提这件事就行。大姨会处理好的。好，海彤也知道这件事必须要大姨去处理，因为她母亲已亡，而她和姐姐对母亲的身世那是一概不知，只知道母亲有个姐姐，知道母亲的父母家人都死光了，不曾想啊，母亲的父母亲人是被谋害而死的。难道豪门大族里真的整天勾心斗角吗？像战家和军家这样的豪门多好呀，大家和和睦睦的，别说争权夺利了，还会使当家人这个位置如洪水猛兽，避之不及呢。海彤也觉得大家族的当家人很累，那像战印就是这样，天天早出晚归，累得像头牛，睡得比狗晚，起得比鸡早，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轻松。那战印是婚后才减少了工作量的。刚结婚那会儿，战印经常都是深更半夜才能回家。海彤还记得自己深夜回家后就把门反锁了，导致比他更晚回家的战印无法进屋。那晚上战印还特别生气呢。结束了通话后，海彤放下了手机。沈小军看他脸色沉凝，夫妻俩又通话很长时间。他关心地问出什么事了？和我妈的身世有关的。怎么了？那你妈和商太太不是亲姐妹？你和商太太不是做过了那血缘关系鉴定吗？那证明了你们是有血缘关系的。那沈小军以为海彤是认错了大姨呢。我妈和大姨是亲姐妹，现在是老三在江城那边，了解到一个以女儿为尊的大家族，那个大家族的上任家主被妹妹谋害了，连同婆家人都死于非命，但表面上呢是死于意外。那位家主有2个女儿，2个女儿在几十年前失了踪，生死不明。那个家族姓凤，我妈原来的姓氏就是姓凤，所以战印怀疑那个家族与我妈有关。沈小军瞪大眼，错愕的道：卧槽，这么曲折的呀！不得不说，好友的亲妈真的是个苦命人呀。如果真是凤氏家族的人，等于是含着金汤匙出生，但没有那么好的命，享受着荣华富贵，小小年纪就失去了一家骨肉至亲，与亲姐姐一起流落进了孤儿院，后来被人领养了，却又过不上稳定的生活，被数任的养父母数次转手送人，直到7、8岁大
才被洪家捡回家里养大成人。之后嫁入海家，连生2个女儿，又遇上偏心的公婆，好在丈夫对她极好，女儿也懂事孝顺。这样的小日子能持续呢，也算是一种幸福。谁知道又遭横祸，夫妻俩出车祸，双双离世，那赔偿款还被婆家的养母家里分走大半，那她的命苦还连累到2个女儿，苦了10几年。海童也是想不到母亲的命运如此曲折，他拿起手机对好友说道：“小军，你看着店，我现在就去我大姨家里。去吧，你开车慢一点。不管是真是假，慢慢的打听，调查就是总能查得清清楚楚的。相信站印也会让苏南帮忙调查的吧。就算是真的，用站印的话说，这件事交给你大姨去处理，她才是苦主。相信她也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。这商太太年轻的事，沈小军也听过不少。如果商太太真是凤家上任家主的长女，那她也有能力替自己的父母亲人讨还公道。只是谁都怀疑上一任呢，那凤家主是死于现任家主之手，有证据吗？有证据啊，那也早被现任家主毁了个干净。事情过去了几10年，就算是苏家出手帮忙，怕是也查不到半点证据的了。除非有知情人还活着，以凤家主的狂辣，他可能留下知情者的命吗？不可能的呀。我知道，小军辛苦你了，我先走。没事，中午的时候苏南会过来的，你去找你大姨问问吧。沈小军理解地道。海童拿起车钥匙，很快就离开了书店。20几分钟后，他就到了商家大宅。商小飞刚想出门，看到海童来了，那商小飞又从车上下来，迎上前去。童童。海童停好车，边下车边问着他：“你要出去？”正想去书店找你和小军的，你就过来了。看到海童还拿着几样礼品下车，他说道：“你又给我妈买营养品了？等会儿进屋，少不得又被我妈念叨啊。我妈的营养品多到堆成小山了，就比要店的还多。给大姨买了2盒燕窝而已，大家都能吃的，让表嫂多吃点吧。”商小飞笑道：“我大嫂现在看到燕窝都想吐了，是吃到吐的。”海童理解的笑道：“小军也是这样说的。”小飞，我大姨在家里吗？海童拎着袋子与商小飞一起往屋里走去。我妈在屋里。商小飞答道，又小声地说道：“我妈最近消停了一点，不过还是不太接受我和君然在一起。童童，你带着时机，帮我在我妈面前再多说说君然的好话。我们说再多，我妈都听不进去的。你和海玲姐说的话，我妈还能听进去一些。”海童爽快地答应了。之后他又问：“大姨消停了点，是不是发生了我不知道的事？等会儿再和你说，就和你一个人说，你可得替我保密，连小军我都不让他知道。他要是知道了，我就没好日子过了。沈小军现在是苏少主的弟媳妇，若是让他知道苏少主这2天总会悄咪咪的给他送来各种礼物，沈小军肯定会告诉苏南，苏南就会告诉他大伯，然后整个苏家都知道。苏家主现在最疯狂的就是想找到那个能救儿子的女孩子，一旦让他知道苏少主的所作所为，说不定连夜都会跑过来提亲呢。商太太一心想让女儿嫁管成本地男，但苏少主这样的家世，商太太又不愿意女儿嫁，主要是苏少主看商小飞的眼神没有半点爱意，平静得很。苏少主那样做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有了苏少主做对比后，商太太就看到了君然的好。故而这2天消停了很多，看到君然登门拜访，脸色好看了点。听了商小飞的话，海童担心在自己旅游期间2个好友闹了矛盾，他关心地问：“不能让小军知道，你和小军闹矛盾了？”“没有，我们没有闹矛盾，是婚姻大事，进屋了。先不说
免得我妈听见了。商小飞换了一个话题。海童的好奇心却被商小飞勾了出来。见商小飞不想说，他也不好再问下去。他现在过来，主要是跟大姨说江城凤氏家族的事。商太太在看报纸，听到脚步声，她抬头见是海童来了，便合上了报纸，笑看着海童近前，笑问童童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她知道海童旅游的事，觉得外甥女压力也挺大的，出去旅游散散心也是好事。开学之前就回来了，一直忙，就没有过来看大姨。现在有点时间，就赶紧过来看看大姨。大姨可别怪我来的少呀，知道你们年轻人都忙，偶尔来看看大姨，大姨都很开心了。就算不能来，大姨也能理解。洋洋今天上幼儿园了吧？有没有哭鼻子？那商太太最疼爱的就是洋洋了。洋洋长得像海玲，海玲又像她的亲妈。商太太看着大外甥女母子俩，总像看到妹妹一样，没有哭鼻子，不知道多开心。早早就爬起来了，换上了园服，自己背的小书包，欢欢喜喜地上幼儿园去。反而是我和我姐不太习惯，孩子第一天上幼儿园，往往是孩子们适应得快，家长反而不习惯，总是惦记着在幼儿园里的孩子，盼着放学的时间快点到来。商太太笑到第一天上幼儿园，新鲜，以为很好玩，还不懂的是要一整天都待在幼儿园里的。很多小朋友是上了2-3天后，就开始哭着闹着不肯上幼儿园了。商太太看向自家女儿，说着女儿小时候的糗事。小飞小时候上幼儿园就是这样，第一天、第2天都是欢欢喜喜的，第3天开始就叫不起床了，叫他起床就说要睡觉，不想上幼儿园。1个星期之后就要抬着哭闹的他上车，送他到幼儿园又要抬着他下车，把他塞给幼儿园的老师，几个老师才能抓住哭闹的他，把他带进教室里。商小飞的脸都红了，妈，是不是我呀？你记错了吧？我怎么没印象？那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是个很好爱的好孩子呢。上幼儿园居然要父母抬着他上车，又抬着下车，想象着那画面，商小飞都不愿意相信那是他，肯定不是他，是他二哥吧？二哥才有可能。她这么可爱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做出那样丢脸的事情来呢？你妈我记性好得很，就是你被你爸和你哥宠坏了，一说不想上幼儿园，你爸就想去帮你办退学。要不是妈坚持，你大概会缺失幼儿园生活。妈坚持着要你上幼儿园，你爸和你哥哥们没有办法，只好每天早上强行抬着你上车。你爸抱着你，你2个哥一人抓住你一条腿，就这样把你抬上车的，把你放上车，还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车门关上，否则你还会跳下车。有时候关车门的速度慢了点儿，被你跳下车，满院子里跑，还得发动所有人满院子追赶你。你不信，可以问问你爸，问问你2个哥。海童笑得肚子都痛了，商小飞轻掐一下他的手臂，不准笑。海童边笑边道，我忍不住，想象着那样的画面，我就想笑。真看不出来啊，你小时候上幼儿园是那样子的。希望洋洋不要像你小时候那样。商小飞被调侃得恨不得寻个地洞钻进去。商太太说完了女儿的糗事，才留意到海童送来的几盒燕窝。她说外甥女说了多少次，来看大姨带着嘴和肚子过来就行，吃饱喝足，不要买东西过来。大姨什么都不缺，大姨家里的营养品堆成山了，还指望着你们帮大姨分摊一点呢。就是2盒燕窝而已，吃了美容的，大姨常吃，会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的。50-60岁的人了，再怎么保养，也不可能像你们小姑娘这般年轻漂亮的。商太太说道，给你表嫂吃了，她一人吃，2人消化就要多吃点。在娘家的蓝鲸，
几个人说说笑笑后，海童才对商太太说道：“大姨，我今天过来，还有件事想和大姨说说，求证一下的。”商太太温和的道：“什么事？只要大姨知道的，大姨都告诉你。”海童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问道：“大姨知道江城凤氏家族的事情吗？”江城的凤氏家族？商太太愣了愣，说道：“听说过，但与那个家族也没有来往。怎么了？”大姨，姓凤的人并不多。江城的凤氏家族跟其他大家族不一样，他们家族是以女儿为尊的，这家主呢都是由女儿继承。商太太看着海童，问他：“童童，你是觉得大姨和凤氏家族有关系？是凤氏家族的人？”海童点头：“我是这样怀疑的。战印他们也这样怀疑，是战印跟我说了这件事，我才过来问问大姨的。大姨记得你的家在哪里吗？”商太太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陷入了回忆中。她和妹妹被送进孤儿院的时候，她也才8岁大，虽说懂点事了，就毕竟还是个几岁大的孩子，很多事情都不知道。她只知道自己的父母家人都没有了，她和妹妹就成了孤儿，被一位保姆阿姨带着离开了家。那辗转数地之后呢，最后就被送进了管成了孤儿院。由于姐妹俩的年纪太小，她再好的记性也记不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，只记得自己小时候家里条件是很好的，别人叫她做大小姐，母亲非常忙，陪伴她和妹妹的基本是爸爸，爸妈都很疼爱他们，爷爷奶奶也没有嫌弃过他们是女儿，反而觉得他们是女儿才好。不记得是哪一天了，他们的父母，爷爷奶奶、叔叔小姑等人出去后就没有回来了。后来有大人告诉他们，爸妈他们全都出了意外，没有一个人存活的，就只有他和妹妹2个人了。妹妹年纪太小，不懂得死亡是什么意思，其实她也不太懂，只知道再也见不到父母亲人。再后来，她和妹妹就被带着离开了那个家，然后就是不停地坐车、走路、坐车、走路的，到最后连那个带着他们的阿姨都不见了。姐妹俩流落街头，才被送进孤儿院的。那商太太对儿时的记忆就那么多，再多的她就没有印象了。童童，江城的凤氏家族怎么了？和我妈有关吗？我妈也姓凤，难道那是我妈的娘家？商小飞好奇地问道。那如果江城凤氏家族是她母亲的娘家，她妈妈和小姨也用不着进孤儿院呀。海童把江城凤家的一些事情告诉了商小飞，重点是说上任的家主有2个女儿，在家主一家人都死后，2个女儿也失了踪，几十年了，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据说是现任家主害死了上任家主，连2个外甥女都不放过。商小飞听完后极度震惊，他看向母亲，商太太就喃喃自语：“小姨，我是有小姨，我有2个姨的，2姨和3姨只是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对2个姨早就没有了印象。我姐妹俩失去了亲人时，我也才8岁，妹妹4岁，能记住的事情并不多，只记得小时候我家里的条件还不错的吧，就别人是叫我大小姐的。我妈工作特别忙，总有处理不完的事，不过妈妈很疼爱我们，对我特别好，却也特别的严厉，不管我做什么事，总是要求我做到最好。”商小飞和海童面面相视，2个人基本可以肯定商太太就是凤家上一任家主的长女了。海童想到战印说，商太太的年龄和凤家上一任家主的孩子对不上，凤家现任家主今年70岁，她长姐生第1个孩子的时候，她刚成年，也就是18岁。如果商太太就是凤家主的大外甥女，今年才52岁。海童记得自己大姨不止52岁的，大姨是在商市上班才得到公公的青睐，得到丈夫的爱慕，然后结婚生子的。长子商无痕今年已经32周岁，如果大姨就是凤家上任家主的长女，那岂不是20岁就生了长子？
虽说40、50年前的人结婚很早，海童还是觉得20岁就生下了孩子，有点早。大姨，凤家主的大外甥女，今年应该才52岁的。这个年龄倒是和大姨对不上。商太太说道，我现在用的年龄是虚报的，比真正年龄大了8岁的。以前办身份证，很多人都会虚报几岁，为的是能早点成年出去工作赚钱。海童和商小飞，妈，你的年龄竟然是虚报了8岁的。商小飞这个当女儿的，就都不知道自己亲妈的真正年龄。商太太说道，现在都按身份证算。也就这样了，不是海童说起这件事，我也不会说出来。他10几岁大就出来工作了呀。生伤无痕的时候，20周岁都不到的。那个年代，很多人17、18岁都生孩子了，他相对来说还稍微晚一点呢。年龄对得上的话，大姨，你和我妈极有可能就是凤家主的2个外甥女了。海童说道。商太太忆起往事，再结合着海童说到凤氏家族的事，心里也认为这江城凤家就是她的娘家。她思虑良久后说到，彤彤，事关我和你妈的身世，大姨会去调查打探清楚的。大姨需要帮忙的，跟我和战印说一声。我没太大的本事，但战印可以帮到忙。现在浩宇还在江城那边，凤氏家族的过往史都是浩宇向乔涵打听到的。其实这些在江城并不是什么秘密，只要向老一辈的人打听，都能打听出来。只不过是事情过去了几十年，很多知情者都不在了，年轻一辈只是听说过，又没有证据证明听到的都是真事，也就成了一个传言。商太太就脸色沉凝，没有说话。如果江城凤氏家族是她的娘家家族，如果外甥女说的那些传言都是真的，那她的父母亲人都是被二姨害死的。商太太是不记得2个姨的样子了，但依稀还记得2个姨对她和妹妹也是很疼爱的。她以为2个姨也死了的，姐妹俩被一位阿姨带着离开时，她并没有看到2个小姨，就连父母的葬礼也见不到2个小姨，以为小姨都和她的父母那样，出了门就再也回不来。现在想想呢，她的二姨没死，如果真是二姨害死她的母亲和小姨，二姨不露面就说得过去了。她心虚吗？害死了长姐和小妹，哪还有脸面对2个外甥女？海童知道这件事对于大姨来说很重要，大姨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。她体贴地道，大姨，你静一静，我和小飞出去走走。商太太点点头，对女儿说道，小飞，你陪彤彤出去玩吧，不用担心妈。妈没事的，妈这辈子还有什么风浪没有经过的？她真是凤氏家族的人，是上任家主的女儿，她的父母家人都是被二姨害死的。她也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搜集证据，才能将二姨绳之于法。但是事情过去了几十年，还能找到证据吗？就商太太告诉自己，先冷静冷静，等调查清楚，确定自己是凤氏家族的人，再从长计议。大姨，我和小飞出去了。海童起身，示意小飞和他一起出去。商小飞颇是担心的呢，看着母亲。小飞，不用担心妈啊。商太太再次安慰女儿，让女儿宽心吧。商小飞想到母亲一向坚强也独立，这件事带给母亲很大的触动，很正常，毕竟与母亲的身世有关，但是压不倒母亲的。母亲若真的背负着血海深仇，母亲也会想办法替父母家人报仇，他们当儿女的坚定地站在母亲这一边就行了呀。妈，我和彤彤就在院子里散步，你有什么事儿就叫我们啊。商太太笑了笑，知道了，你们出去玩，让妈静一静。商小飞和海童出去了，一出主屋，商小飞就掏出手机打电话给父亲，嘴里还跟海童抱怨着，我爸最近迷上了钓鱼，经常是大清早就出门，傍晚才回来，有时候晚上才回来，
也不陪陪我妈。商先生很快接听了女儿的来电，他在电话里轻声问着小飞怎么了。爸在钓鱼呢，别说太大声，吓跑了鱼儿就不上钩了。我跟你妈说了，今天钓到的鱼，晚上拿回家给她烤着吃。想吃烤鱼，直接去买几斤新鲜的鱼回来就行了。爸钓上一整天能钓到一个人的分量吗？爸，我妈出了点事，你别钓鱼了，回来陪陪我妈。你妈出什么事了？就是不是又扭到脚什么的？那都是为了撮合你和唐永安的伎俩。女儿早已知道真相，商先生也就把老婆前一段时间用的那些伎俩都说了出来，不是与我妈的身世有关，反正就是大事。我妈心情低落得很，又不要我和彤彤陪着，这个时候你回来陪我妈是最适合的。爸最近总是出去钓鱼，一出去就是一整天，也不陪陪我妈。商先生听到是与太太身世有关的事，不解地问道：你妈是孤儿，那她的身世还有什么问题？他老婆都快60岁了，别说父母家人都离世了，就算还有亲人活着，怕是也一把年纪了，谁还记得他老婆是谁？况且老婆也说了，只有个妹妹，其他人都死了，寻找小姨子找了几十年，最后只找回2个外甥女，与他老婆血缘最亲的最后一个亲人就是他小姨子了，但小姨子10几年前就去世。那商先生实在想不明白老婆的身世还有什么问题。我妈的娘家可能是江城的凤家，而且我外公外婆可能是被害死的，被现任的凤家主害死的。如果我妈真是凤家的人，那现任家主就是我妈的二姨，那也有可能是我妈的杀父母仇人吧。商小飞简单的把事情告诉了父亲。商先生一听，这事大了，当即就对女儿说道：好，爸现在就回去吧。爸也不是不想陪你妈，是你妈说河里的鱼烤着更好吃，爸才天天跑来钓鱼给她烤着吃的。商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老婆了，怎么可能会冷落老婆，只顾着自己快乐啊？就他最近天天跑去钓鱼，都是因为老婆的一句话。商小飞说道：爸回来的时候开车慢点。知道了。商先生很快就挂断了电话，连忙收杆，准备回家陪老婆去。在父亲挂了电话后，商小飞对海彤说道：我又被我爸喂了一嘴的狗粮，我以为我爸变了呢，最近都只顾着去钓鱼，原来是因为我妈说过河里的鱼烤着吃更好吃一点，我爸才天天跑去钓鱼的。海彤笑道：姨丈和大姨的感情是很好，年少夫妻老来伴，感情一直好的如同初伴，这样的感情，这样的夫妻最让人羡慕了。家庭幸福，儿女孝顺，就他大姨是比他母亲要幸运幸福。海彤想起自己的父母，想着他们要是还活着，现在也会像大姨夫妻俩那样幸福的，那他和姐姐也会对父母非常孝顺。可惜啊，在姐妹俩都有能力的时候，就父母早已离世多年，就他们想孝顺父母已经没有机会。你不用羡慕了，战印对你也是没话说的，你们夫妻俩以后也会很幸福，你一直都是别人羡慕的对象呀。你也是。海彤说道：我在风尘山庄住了几天，很喜欢他们家的气氛，跟我婆家没有什么两样，长辈开明，同辈有爱，居然在那样的家庭长大，他婚后也会很宠老婆的。你也说大姨现在消停点了，你和君然胜利在望，加油呀。哎，我还等着喝你们俩的喜酒吧。海彤看向商家的隔壁，那是君然为了商小飞买下来的大别墅，君武少为了你买下这一栋大别墅，连装修风格都是按你的喜好来布置的，你们俩婚后肯定是住在这里，回娘家多近呀。海彤羡慕的道：按理说我现在这么幸福，不该再有不满的，我也不敢有不满，但终究是有遗憾的。我和我姐想回娘家看看，也只能看看我爸妈留下来的房子，别人回娘家有老父老母等着，给他们做好吃的，我和我姐回娘家只能睹物思人，看
看不到父母，听不到父母的千叮万嘱。你们被父母千叮万嘱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父母爱唠叨，却不知道那是多少人想念的。商小飞握住了海童的手，说道：童童，海玲姐的家就是你的娘家，我家也是你的娘家。虽然我爸妈无法代替你爸妈，但我爸妈也是把你当成女儿来看待的。你想什么时候回娘家就过来，你想听到千叮万嘱，我妈能唠叨到你恨不得把耳朵捂住。海童眨去眼角的泪花，我小姨在天上看着你和姐姐过好日子了，也会开心的。海童用力的点头，父母九泉之下，知道姐妹俩有了今天这样的好日子，一定能够安息的。门铃声响起，海童和商小飞是在院子里散步的，看到门口有人都不用佣人去开门。商小飞在看清楚门口站着的人是谁后，就走过去开门了。那海童自然跟着他，看到是别墅区的保安，那保安抱着一大束花，还拎着几个袋子，看样子是装的衣服啊。商小姐，又是那位先生让我把这些东西送过来给你。保安把花束以及几个袋子递给了商小飞，商小飞就不急着接过东西，而是问着那人走了，他下车把东西交给我后就走了。商小飞抿抿嘴，想把东西还回去都不行，他无奈地接过了花束和几个袋子，向保安道谢。保安说声不客气，便走了。海童看得八卦心顿起，问他：小飞，你在外面惹了桃花债，这些东西啊，不是军武少送的。听保安的意思，给商小飞送东西的人不是第一次送了。商小飞苦笑着，这哪是桃花债？我也说不清楚，总之不可能是桃花债，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，但不能让小军知道的事情。走，去凉亭那里坐下，我慢慢跟你说。不过你得保密，千万不要让小军知道，他知道苏南就会知道，然后我就倒霉了。海童说道：放心吧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那么重要的是，你不让我告诉小军，我自是不说的。两个人走向凉亭，进了凉亭后，商小飞又打了那线电话给管家，让管家给他们送点水果点心出来吧。他放下了花束以及那几个袋子，袋子里装着的都是衣服，苏少主送给他的衣服，但他不能穿，不是他嫌弃，是尺码不对。苏少主根本就是做样子的，并非真心要送他衣服，所以他就随便的买2件衣服，也不管他喜不喜欢，尺码对不对，塞进袋子里，就让保安送过来给他，就给他添堵。那商小飞就是出差了一趟，回来后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苏少主，苏少主这样给他添堵，说苏少主喜欢他，打死他都不信。苏少主说追求他，那也是做样子。到现在呢，他都还弄不明白苏少主打什么鬼主意。君然也去打探消息，无奈是苏少主的事，还真不好打探呀，除非苏少主主动说，他们又不敢去找苏家人打探，那样容易被苏家主知道。不论是苏少主还是商小飞，都不愿意被苏家主知道这件事。这些东西都是苏少主送过来的啊。商小飞小声说道。海童吃惊不已，他不敢相信地指着花束和几个袋子，苏少主送来的？是我认识的那个苏少主吗？在海童的眼里，苏少主看着平易近人，其实一点也不好相处。她是战印的爱妻，又是小军的好闺蜜，苏少主才会给她几分脸面的呀。而且上次苏少主也说了，她有病，寡情病，也就是说全天下那么多的女人，就只有一个女人能让他成为真正的男人。那个女人不可能是商小飞，苏少主又不是第一次认识商小飞，若是商小飞是他的命定之女，那他也不会单身到现在，因为他的人生大事可是急疯了苏家主夫妻俩的。主要是苏少主不结婚，他的弟弟也不想结婚，其他堂弟们除了苏南结婚了，其他的也不想结婚，全都拿苏少主当挡箭牌。
苏少主的堂叔婶们没办法，只好跑到大哥那里诉苦。苏家主听多了弟妹们的诉苦，只得拿自家大儿子开刀。苏少主对你有感觉？海童震惊过后，连忙问着商小飞：怎么可能？虽然我和苏少主的交集少之又少，但我们不是第一次认识。若是我是他的命定之女，你觉得他还会单着吗？苏少主可不是什么好人，他若真的遇到了那个能让他有反应的女人，绝对会霸道的把人家绑回家去。那他怎么会给你送这些东西啊？看着像是在追求你呢。他是说追求我，但他不爱我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对我没有半点感情，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。彤彤，我严重怀疑我哪里得罪了苏少主，他才这样整我的。商小飞知道自己的脾性容易得罪人，说不定他真的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苏少主，然后呢，遭到了苏少主的报复呢。就算你在不知不觉各得罪了他，看在你和小军是朋友关系的份上，他也会大度的不计较的。哎，他这样做肯定有目的。海童分析着，苏少主虽不是什么好人，但也没有坏到哪里去。苏少主还是个很护短的人，特别护着自己的家人。沈小军嫁给了苏南，就成了苏少主的弟妹，算是他的家人，而小飞和小军是好友。苏少主怎么着也会给小军几分颜面，不会随随便便就拿小军的好友开刀的。那他无端端的追求我做什么呢？这些东西我收也不是，不收也不是，退不回给他。要是退回苏家去，势必会惊动苏家主。苏家主现在有多疯狂，你也听说过的。苏家主知道苏少主追求我，我还有好日子过。海童同情地看着好友兼表姐，招惹谁不好啊？偏偏招惹了苏少主。不是商小飞去招惹苏少主，是苏少主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军人知道吗？知道呀，我出差回来，军人去机场接我，苏少主也在。我就是从那天开始倒霉的。商小飞苦笑的道：彤彤，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呢？那大姨也知道，我家里人都知道，不过也是因为苏少主的追求，才让我妈消停点，不再想着拆散我和军然了，对军然的态度也好了很多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，有了对比后，商太太就觉得军然比苏少主更适合她的女儿。海童忽然说道，会不会是军然请苏少主这样做的？那听你这样说，苏少主对你展开追求后，得到好处的人是军然，可能就是军然请他来演戏的。不可能，军然不是那样的人，他也没有那个本事，请得动苏少主配合着他演戏。